你画一个插画啊，或者做一张游戏美宣图，画完了就完了，这个是没有后续步骤的。你看，我有好多细节哦，看这个笔刷感，看我这个质感，不是那种细节哈。设计是一个过程，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一个思考的过程，一个尝试的过程啊，以及一个选择的过程。欢迎大家来到 CGPP 的答疑栏目，专门解答同学们的各种问题和困惑。我是陆姐，我是强哥。上一次我们讲的是为什么 AI 对数字绘画有这么强的冲击。那当时问问题的同学呢，提到了一个，说这个 AI 会画画搞设计。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说一下 AI 搞设计这事儿。我可以开门见山的说，对不起 ，AI 不会搞设计。可能这个时候有很多朋友听了以后会一头雾水，好些游戏研发公司都用 AI 跑了小2年的图了，怎么能说 AI 不会搞设计呢？那在讨论这个话题之前，我们首先呢要先明确一下定义，就是什么是设计。来，我们看一下它的定义哈。这个中文的定义是这么说的：在工作或者是工程开始之前，预先制定方案、规划蓝图等。这个英语的定义是什么呢？是 a plan or drawing produced to show the look and the function or the working of a building, garments or other objects before it is built or made。直接拿这个谷歌翻译成中文，就是在建筑物服装或者是其他的物体建成或者建造之前，为了显示其外观、功能或工作原理而制作的计划或者绘图。这真长来看一下它这个，不管是中文的定义也罢，还是英文的定义也罢，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这个设计它真正的目的最后是为了制作的。你画一个插画或者做一张游戏美宣图，画完了就完了，这个是没有后续步骤的因此这些呢都不能算作设计。那有朋友可能这时候会说，对，我知道，我画一个人的正脸画一个侧脸，画一个全身然后让 3D 照着做，这算设计了吧？这个其实也不算。真正的设计图起码要包含以下2个部分，一个叫做细节详解，一个叫做制作说明。所谓细节详解，它并不是说你看我有好多细节哦，看这个笔刷感，看我这个质感，不是那种细节哈。细节详解是说你设计的这款产品有哪些重点，需要阅读的人或者使用的一方注意，而且你还得给他解释为什么他需要，他怎么去注意。我们举个例子哈，这张图是我们第10季的一个学生做的，海岸岩石道具组的摆放示意。它这里面说的是这整个海滩其实用的就是这2块石头，也就是2个道具，搭配组合着摆放就能得到以下的效果。在这个设计当中，它展示了岩石 A 的正面与背面的材质，岩石 B 前后左右的材质，以及如何使用岩石 AB 大致怎么样摆放能得到怎么样的效果。这种东西你让 AI 去跑，也许能跑出一个大概的格式，但是那是经不起琢磨的，甚至往往一到落地环节就发现漏洞百出。既然已经看到这里了，如果对我们的频道内容感兴趣，不要忘了点赞和关注哦。除了细节说明以外你还得有一个制作说明，把一个物体做出来最基本的尺寸你总得有吧。而这种尺寸不是你选一张图出来然后写些数字在上面就可以解决了的，你真正的数据需要落地以后经过检验才能最终确认，而在落地过程中发现设计有误，那是要进行调整。这种调整一定要针对当下的需求进行调整，而 AI 跑图目前来说是无法完成这个环节的。其实本身提到设计，这里边就有一个很大的误解，很多人认为画画就是设计，其实这个是非常错误的。画画不是设计，画画是你的想法的输出方式，画面只是你的想法的最终落地形态。设计不是你一上来接到一个任务就今天我们要做一个什么什么设计哈哐往这一坐就开始画画完了好拿走。设计是一个过程，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一个思考的过程，一个尝试的过程以及一个选择的过程。这个学习的过程，比方说在你设计任何内容之前，你都应该去对这个任务进行深入的调研。你让别人做东西，结果这个东西你自己都说不清楚，别人怎么能够做对？我们上课的时候就非常强调调研，整组的人花几周的时间做各方面的调研目的是对任务有深入的了解以及充分的准备。
比如说这儿就有一个例子，这是我们现在班上导弹危机组前期做的一些调研。我们当时是定了一个美术风格的让全组的人在几周的时间之内需要了解这个风格，拆解这个风格，然后制定一个流程。这样的话，保证全组的人在做设计的过程中都可以遵照这种风格。这种前期的准备工作，其实 AI 是有的。用 SD 的同学就是 Stable Diffusion 就知道这个东西叫做位图。但是据我所知，很多人在做任务之前要么没做调研，要么做的不深入。那这样的话，你自然会被 AI 打败。而且不是每一次你做设计都是一上来就有自己的想法的，更多的时候是在制作的过程中逐渐发现答案。来，我们下面就来看看一个例子哈，这是我们在班上石油危机组的一个打光的方案提交。来看一下这组黄昏图，哇塞，好些图，哇塞，哎，好棒棒哎！当然了，相信这个格式 AI 也能做得到，但是下面的内容 AI 目前绝对做不到。这个环境我们想让玩家最终去哪里？如果我们想让玩家最终去的，比如说是这里，那么每一种不同的明暗关系可以为读者生成什么样的导读？好，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的受光面就是在店铺的前脸。那如果我想让玩家去前脸，而现在就是前脸受光，虽然很高效哈，但是是不是手法有点过于简单粗暴？那和这张图比起来，是不是左边那张图的阅读层次就更加丰富一些？同样的道理，我们看左下角这张图，它现在是左下方受光，而受光的这个区域并不是最终我们想让玩家到达的区域。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比较巧妙地利用这一现象，放一些物体到场景中让它受光，而这些受光的物体会形成一个阅读的道路，把读者一步一步地引到最终的目的地。这么做是不是可以很自然地加入了阅读引导，同时还延长了这个物体的阅读寿命呢？所以说 AI 可以出图，但是 AI 肯定不能像刚才陆姐那样帮你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并且提出建议，这个它是做不到的当然了，我们今天不是来给你讲如何做设计的，只是告诉你设计所需要的环节其实是很多的，并不是每一个环节，甚至可以说大部分环节目前为止AI 是无法代替的。如果你是一个合格的设计人，那么你不应该担心 AI 会抢你的饭碗，最起码在当下你不需要担心。我们把上一次和这一次的讨论的内容做一个总结，就是如果你把重点放在最终成品上，那么 AI 很有可能会取代你。而如果你能够通过设计过程来体现你的个人价值那 AI 就只能臣服于你，沦为你手中的工具。明白了自己的优势，那么下一次的讨论我们就会正面回答这一次的关键问题，如何拓展自己的就业面。如果不想错过下次的更新，记得点赞和关注，让我们可以持续带来更多有趣又实用的内容。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